说到 Moon Studios， 我其实对这家制作组没什么好印象，倒不是前作的奥日不喜欢，我反而是很喜欢奥日的，只是在先前梦离开微软的消息里有很多关于梦的负面新闻，所以我本来都不想接触这个游戏的，但是经常看见对于该游戏的高度评价的宣传，再加上奥日系列确实不错，所以我最后也决定尝试一下这款游戏。然后这恶意不惜一点，哪有统治力啊？什么颠覆这一游戏类型？梦骗人的，梦骗我们干嘛？首先我们把目光专注于游戏上吧。哦对了，在开头说一声，阿婆游玩的时间跨度很大，从4月刚发售的时候开始，到中间弃坑，再到最近通关的游戏，经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补丁，所以很多内容不确定是最新版本还有的，所以请当做一个参考来看就行。该游戏必须要首先介绍的，那必然是它的游戏类型。该游戏为魂类加暗黑破坏神类型的俯视角 ARPG 游戏，拥有魂的难度以及暗黑破坏神的刷词条的刷，当然还有类似于暗黑的俯视角。俯视角的人王。月球组作为已经制作过奥日系列的制作组，其技术积累是足够的，这一点你从进入游戏的一开始就能看出来。在剑后的时候，各位应该能感觉到右边的主角的手是相当不等比例的，甚至我刚开始玩的时候都感觉到了有些恐怖谷效应。而手之所以要做成这么长，是为了在俯视角这种主角容易远离屏幕，导致主角在画面中的占比变小，而动作就容易看不清。而作为一款动作游戏来说，看不清动作可是扣分项。于是乎，制作组将手臂做得更长，更能体现出力量感。而且配合上主角还有敌人那大开大合的动作，显得力量感十足。而夸张的手臂所带来的恐怖谷效应，则可以通过美术来处理，更准确的来说是通过穿衣服来处理。在穿上衣服之后，玩家对人体的感知降低，恐怖谷的现象就会缓解。而为了和以上方面形成配合，该游戏的动作方面不负众望的表现优异，打击感、力量感以及音效的配合都是非常优异。作为一款动作游戏，其基础可谓是打得足够资深，并且也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感体验，该游戏并没有像魂那样的长级人打吕布一般的感觉，手感更好。但是魂 like 怎么允许你用吕布打吕布呢？所以该游戏则是让你吕布打铁血战士，敌人的强度也相对应的提升了，依然可以让你游玩上黑魂那种受苦感。好了，说了那么多带有夸奖性的话，那么要开始正式的批评这款游戏了。首先我必须要吐槽的便是该游戏的属性成长。作为一款 RPG 游戏，该游戏却在属性成长上设置重重门槛，比如武器的升级需要在铁匠处使用铜锭、铁锭等材料对武器进行升级。但是我这里要同时吐槽该游戏的另一个奇葩系统——建造系统。玩家可以在广场找到一个 NPC， 向他提供材料来让主城里拥有各种关键功能的设施，其中一个便是将铜矿熔炼成铜锭的熔炉。玩家可以在随手在探索时，应该是能在固定的地点获取采集资源的工具，也可在圣城的对应商店里购买工具。当你花费可能半小时采集到素材，交给土木老哥之后，你以为就可以升级装备了？不，你还需要等待1小时，土木老哥才能把熔炉建造好。而你不好好提升装备的话，后面的地图对你来说难度会高上不少。于是，终于你在可能是探索地图，也可能是关掉了游戏，终于等过了1小时，就可以立马升级装备了吗？但是还得等一等，因为将铜矿石熔炼成铜锭是需要时间的，一块铜锭熔炼需要2分钟，而且是一块一块来熔的。而且要升级的不仅仅是武器，还有你身上的铠甲，也可能是使用铜锭来升级的，当然也可能是使用皮革和纺织物。但是这两个也需要和矿一样处理，才能将兽皮和纤维做成升级装备的材料。哦，顺便一说，如果你的装备里有需要纺织物才能升级的装备的话，我建议是放弃这个装备，因为目前游戏里仍未提供在户外可稳定获得纺织物的方式。而顺便一说，我刚刚列举的仅仅只是等级最低的铜矿的处理所需要的时间，而铁矿的熔炼时间则为8分钟一块。而这目前还只是熔炼，然后还有采集本身，毕竟没有铜矿、铁矿，哪来的铜锭、铁锭？而采集的问题在于矿的刷新机制，其实不仅仅是矿，该游戏里的所有资源的刷新机制，基本都是根据现实世界的时间来的，这其中也包括了敌人和宝箱。所以该游戏的游玩大致流程就是：你在上班或上学前打开电脑，拿起手柄，往圣城的西方出发，然后根据你的记忆探寻完西边的铜矿和可能出现宝箱的地方，然后再根据你的剩余时间选择是否探索圣城东边的矿山以获取铁矿和该游戏仅有2个的银矿中的一个，还有更多的宝箱。
最后返回圣城，前往你花费材料和1小时的时间建造的旅馆，在里面找张床休息，然后关掉游戏，晚上再回来，以获取该游戏应该是仅有的不需要死亡和吃东西就可以恢复满血的方法，在旅店的床上下线整整4小时，然后下班或放学之后重复上述流程。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说一点，记得每天早上去接每日任务和每日挑战哦。是的，目前作为一款纯单机的游戏，该游戏仅有的奖励支线是每日刷新的每日任务。哦，还没完，还有每周任务呢。就在我对这套框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魔兽世界国服回归了。而我在艾泽拉斯使劲刷提升装等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恶意不息这套框架。其实该游戏不仅仅是混加暗黑，它还学习了魔兽的网游模式。我先来介绍魔兽世界的情况。魔兽世界里有一个系统，当玩家在团队副本里打倒 BOSS 的时候呢，会掉落好的装备，以提升玩家的属性。而玩家如果疯狂爆肝，反复的去打团本，结果没花多久就把装备提升到最好了，或者提升到了自己能提升的极限了呢，那就会有人感叹到，哎呀，我装备都已经这么好了，再打也没有提升了，那就退游吧。这种情况也为了减轻游戏时间不足的上班族无法跟游戏时间充裕的爆肝玩家平衡的情况，于是乎魔兽就有周 CD 这种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团队副本1周只能打1次，就算你跟着没有使用周 CD 的队伍进入副本，打倒 BOSS 之后，你也无法获得任何奖励，以此来限制玩家1周可以进行的提升。而恶意不息也引入了该机制，也就是材料和敌人的刷新时间，通过将原本大多数魂类都会采用的休息刷新改成了按时间刷新，以此拖慢玩家的刷级速度，并且将矿材设置1-2个小时的刷新时间以及熔炼时间，强行将玩家的游戏时间拉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首日玩家的评分很低的原因，因为在第一天里，玩家会被限制在这个按照时间来刷新的提升机制里，但是游戏难度的提升却是非常快速直接的。玩家每打掉一个 BOSS， 整个游戏的所有地图的难度都会一次性提升，并不是像塞尔达传说旷野之心里那样，玩家打的怪的数量多了，一点一点的出现更难的怪，所以就会出现玩家提升不上去，但是怪物提升的很快，然后使劲被怪物血虐的情况。更不要说这游戏的格子数量少，想要提升得想办法获取一种叫做瘟疫农业的东西，可是这东西前期较好获取的方法竟然是接取每周任务，然后打掉任务里要求干掉的超难小 BOSS， 然后由小 BOSS 掉落，打完之后就等上1周，等该任务刷新，要么就打倒游戏流程中的 BOSS， 但是目前 BOSS 不可刷新，且仅有3个 BOSS。只不过月球组还是留了点善意的，目前游戏里有一个隐藏的小 BOSS， 且刷新时间和小怪相同，大约1到2个小时刷新，打掉之后一样可以掉落提升背包用的瘟疫农业。总的来说，目前一款只有单机内容的游戏拥有这么一个系统很是奇怪，毕竟要知道，哪怕是魔兽世界去限制玩家提升装等，以此来换取游戏更长寿命这件事，本身也是在不断的承受玩家的谩骂的。毕竟谁都不想自己的快乐受到限制，但是也必须考虑到，该游戏目前仅只是抢先体验阶段，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做好。比如该游戏在界面上就将多人作为重点宣传，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多人也还是一直没来。而且虽然奇怪，但是单机游戏里拥有这么一个限制玩家提升的内容本身也不是完全不可取，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点，那就是应该去提供足够游玩的内容才行。就比如该游戏未来准备提供的牧场系统，在玩家等待刷新的时间里去牧场消遣，这样就不会让玩家感觉到处处受阻，而且也可以在牧场里提供部分资源来缓解游戏的资源紧张问题。而顺便一说，该游戏在发售了3个月之后，将原先的赛利姆试炼进行了重做，所以我也在这对新的赛利姆试炼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首先我说明一下，我之前的版本里并没有通关该游戏，所以也就没有进入过老版的赛利姆试炼，而新版的赛利姆试炼在原先的基础上添加了一部分 roguelike 的玩法。现在在试炼里，打倒敌人或破坏残阶里的一些可破坏部分之后，会掉落一种叫做回声的资源，而在这场试炼里，我们可以用回声来兑换一些 buff， 而在死亡之后 buff 全数消失，试炼也只能从第1层开始。而除了回声系统之外，试炼也在中间加入了第5层的一个休息室，在这里拥有3个宝箱，还可以在该城里解锁一个 NPC， 该 NPC 可以收取一样是试炼里掉落的绿石来解锁各种功能，其中一种便是升级装备。作为刷装备的 RPG 游戏，其掉落的装备的词条虽然是一种，但是其带来的属性必然有高有低，而在这里便可以消耗15个绿石，来将装备的词条直接升到最佳的效果，
以此来减少又要刷词条又要刷词条的数值的情况。而部落格的部分，则是在该4点里，你所使用的装备和消耗品通通自带，使用之后也不会返还。顺便一说，前面没有说，该游戏并没有魂类常见的元素品这种在休息地点填满的治疗道具，而是只能通过采集地图上的食材，在篝火处烹饪。顺便一说，食材也是根据时间来刷新的，所以会出现新手期完全没有回血道具的情况。还有，在试炼的第5层和通关之后，会提供几个奖励箱子，但是这也就是试炼你仅能获得资源的地方。重做之后的试炼不再提供经验值、货币，也无法采集到制作食物的食材。而试炼的难度还进行了增强，变成了动态难度。就算玩家提升了装备，敌人也会跟着一起提升，更不要说原本就已经非常难的关底 BOSS 回声骑士也一样获得了增强，血量提升到了变态的级别，而且依然拥有着满血2阶段。现在的赛利姆试炼直接变成了轮椅检测器，正常玩家不靠着轮椅，我无法想象要怎么靠着一点一点打掉牙签那么点的血量来磨死有着2个阶段的回声骑士。最后看了看稿子，快5000字了，总结一下吧。恶意不息作为月球组第一次制作的俯视角动作游戏，其动作表现质量也足以跟许多大厂匹敌。主要是现在也没什么大厂做俯视角动作游戏，但是其在数值管理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打磨，降低该游戏那严重的恶意感，至少不应该让玩家感觉到一股绝望感。而其晚优化的刷新机制和每日任务也需要适配上足够的游戏内容，否则就是一块妨碍玩家游玩和挑战的绊脚石。所以综上所述，该游戏的问题并不是不可修复的，扩充到足够的内容，或许就有一个翻身的机会。这也便是大家都乐意给其一个未来可期的评价的原因。但是我也要泼盆冷水，就是在后续更新里重置的赛利姆试炼就可以看出，月球组本身并不觉得现在严重的缺队问题是一个问题，甚至还将原先就非常困难的回声骑士进行了更多的加强。而中间的更新里，月球组还将原先在主神3店里就可以无限购买的升级材料删除，又在后续更新里转移到了拥有门槛才能遇到的回声试炼的第5层。这种操作估计就是依然觉得挑战还不够，还要继续加强。我需要月球组多多思考，毕竟不说近些的魂类游戏，哪怕是宫崎英高本人也在老头环的 DLC 里因为设置的太难而饱受争议。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下期再见。